Hello， 你好，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孩子的拖拖拉拉，是不是常常让你觉得，心好累，有时候甚至会忍不住发脾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今天这份内容就是一份特别为你准备的温柔指引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把亲子间因为拖延产生的这种紧张感，把它变成，一个彼此成长的动力。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你静下心来想一下，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家孩子最常拖延的那一件事到底是什么？是写功课吗？还是睡前洗澡？或者是每天出门前整理书包？对，就是那个最让你头痛的场景，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温柔化解的核心问题。好的，那在这份分享里呢，你会得到3份很实用的礼物哦。第一个呢，是一个看待孩子拖延的全新视角，这会让我们更有同理心。再来呢，是一套来自《原子习惯》这本书的4步骤系统，它可以用在任何你想培养的习惯上。最后我会给你一张你今天晚上就可以直接跟孩子一起用的简易思考单。对了，也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温柔提醒。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深入今天的主题吧。你知道吗？在我们急着想解决问题之前，更重要的其实是先试着去理解它。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一起来解开拖延这个谜题，温柔的去看看孩子行为背后那个为什么到底是什么。首先，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转换，就是孩子的拖延很多时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顶撞，也不是反抗，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大脑科学反应。所以这不是品格问题它更像是我们大脑里一个内建的自我保护机制。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去抗拒某些事情呢？神经科学给了我们几个线索。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想省力，所以会下意识的避开那些看起来很麻烦、很费力的事情。再来第二个，如果一个任务目标很模糊，或者孩子很担心自己做不好，心里那种焦虑感就会让他不想开始。最后第三点，我们的大脑结构就是很喜欢那种马上能得到的快乐，对于那些需要等很久才看得到成果的目标，就比较没什么动力。好，当我们理解了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就能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了，对吧？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借用《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提到了4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却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法则，这就会是我们帮孩子设计新习惯系统时最重要的那个工具箱。第一个法则是让提示显而易见。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非常清楚到不可能错过的视觉线索，让大脑一看到就马上知道对，该做这件事了。比方说，把明天要穿的运动服直接放在床头，而不是藏在衣柜深处。你看，光是这个小动作就大大减少了大脑要启动时需要花的力气了。好，第二个法则，让行动有吸引力。这个法则的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把我们希望孩子养成的那个习惯，跟他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会让他感觉很开心的事情，把它们绑在一起。你想想看当一件事的过程是好玩的，是愉快的，那大脑的抗拒感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接着是第3个法则，让行动变简单。还记得吗？我们的大脑会想逃避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开始的那个门槛降到最低，哪怕只是好，我们就先穿上运动鞋，或是把书本翻开到今天要读的那一页。就是这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第一步，往往就是克服拖延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第4个法则，让回馈令人满足。也就是说，当孩子一完成任务之后，要马上给他一个能让他感觉很棒的奖励。这种哇，我做到了的满足感，会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一个正向的回馈，就会强化这个行为，让他未来会更愿意主动去做这件事。好，理论说完了，我们来点实际的吧。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我想几乎每个家庭都可能上演过的真实剧码，就是洗澡大战。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刚刚学到的这4个法则，一步一步应用在这个很常见的亲子难题上头。
不过，在我们开始套用这些方法之前，有一件最关键也最核心的事情，请你一定要记得，那就是邀请你的孩子，让他跟你一起来设计这个系统，他要是你的共同设计师。这真的不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哦，而是一场关于合作、尊重还有赋权的温暖对话。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概念开始，这个概念叫做身份认同。就像《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 说的，他说：“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为你渴望成为的那种人投下一票。”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习惯的根本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相信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以前那种命令，像是“快去洗澡”，把它换成一个更能启发孩子内在动力的问句。我们可以很温柔地问他：“我们今天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一个爱干净、身体健康、准备要好好休息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你看，这样一来，这个行为的意义是从孩子的心里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塞给他的。好，当孩子心里有了我想成为一个爱干净的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之后，下一步我们就来做习惯捆绑。也就是说，与其我们直接规定他说8点去洗澡，不如问问他，你觉得在做完哪一件事之后去洗澡，感觉最顺，最有可能成功呢？让他自己来决定。当他自己决定了，这个计划就真的变成他自己的事了。接下来我们来用用看，让行动变简单这个法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个脑力激荡，讨论看看，要怎么样才能让洗澡的阻力变小？比方说，我们可以设一个5分钟的计时器，然后约定好，我们只要进去冲5分钟就好，可以吗？或者是先把干净的毛巾啊、沐浴乳啊，通通都准备好，让他一走进浴室就看到，不用再自己找。同时，别忘了还要让行动有吸引力。我们可以问孩子：“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洗澡时间变得更好玩呢？”也许是在浴室放他最爱的音乐清单，或者我们约定好洗完澡之后就是我们最期待的亲子故事时间，甚至有时候只是换一个他很喜欢味道的香皂，都能创造出很棒的正向连接。最后一步就是让回馈令人满足的奖励咯。这一步真的非常重要哦。我们选的奖励一定要跟我们想建立的那个健康自律的身份认同是一致的。什么是好的奖励呢？像是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多一点家人一起玩的时间，或者你可以决定我们这个周末要玩什么。那什么是不好的奖励？比方说用可以晚一点睡或多看10分钟平板来交换，这样反而会悄悄地破坏我们原本的目标，那就很可惜了。好，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步骤都走过一遍了耶。现在我们就把这些步骤把它们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家庭蓝图。这是一份专属于你和你孩子的习惯系统思考单。以后不管你们想一起培养什么好习惯，都可以拿出来用哦。你看，这张表单其实就是一个有结构的对话指南，它会引导你们从最核心的问题开始。我们想成为谁？接着一步一步去讨论，那我们什么时候做呢？要怎么让它变简单一点？要怎么让它变好玩？我们完成之后要怎么庆祝啊？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每天结束的时候，一起很温和地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感觉怎么样？好，在了解了整个系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跨出那温柔但是很坚定的第一步。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个非常清楚而且马上可以做的本周练习计划，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东西真正变成行动。这个礼拜的练习非常简单，就3件事。第一，请你只要选一个就好，一个你跟孩子最有共识想改善的习惯，千万不要贪心。第二，试着用这句话来开始你们的对话，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第三，跟他一起设计一个不会跟目标打架的，而且能让他真心觉得很满足的奖励。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练习的重点是开始，还有连接。我们不是要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哦。好的，就像我一开始答应你的，在结束之前，这里有一个最后的温柔提醒，要送给真正努力的你。请记得，孩子真正需要的，真的不是被控制，而是被相信。一个能够真正长在心里的好习惯，它从来就不是被强迫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充满信任跟安全的关系里面，被一起温柔地设计出来的。
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看，我很诚挚的邀请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分享一下你和孩子正在尝试建立的习惯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的故事可以成为互相支持的力量。当然，也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一起把书里面的智慧练习到我们的真实生活里，陪伴孩子长出那份属于他自己的温柔而且坚定的力量。那我们就下次见了。